北投，好久不见啦！这一集我们来到邱先生从小长大的地方，以前拍过好多集北投，毕竟我是在地超过30年的人，对这里真的有种说不出的情感。这集我们听劝，照着观众推荐的名单走一遍。虽然我已经搬离北投一阵子，但这集吃的很多竟然是我这个前在地人从来没有吃过的美食盲区。你想嘛，北投这么大，怎么可能每一间都吃过，对吧？果然这一集挖到不少错过了30年的好味道，还有几家我私藏已久、默默放在心里的爱店，这次也一次公开啦。若不是因为要出国一阵子，不然我才不告诉你嘞。有没有哪几家你也吃过呢？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。这集专门给熟悉北投或是还没有认识北投的你。今天来买鸡的专家，每次我们在北投拍摄的时候呢，观众都一定会在底下留言说，你怎么没有去吃鸡的专家？一定要吃鸡的专家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他5点半开始营业的时候呢，就赶快来买。来到门口呢，已经排了一大堆的人。那我们刚刚跟老板点，他说要等20分钟，应该是现点现炸。我跟你讲啊，你问10个北投人，有8个人都会说这间是北投最好吃的，包含食牌之类的。我姐就跟我说这边超好吃的。拿到这块鸡排了，哇，超厚的耶！其实不小块哦，这样子90块，我来吃一下。它超级的鲜嫩多汁，我现在甚至可以看到鸡肉的纹理里面啊，饱含着水分的样子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你平常看到这种鸡排啊，你会觉得它皮应该很厚，其实没有，它是肉超厚，然后皮很薄，然后是那种传统的炸粉，它薄薄的一层，然后加上外面那个传统炸粉一粒一粒的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它的油啊也不会说太油腻，然后呢，它的是皮的酥脆度也是刚刚好。而且我吃得出它那个油的新鲜度，哎，这好好吃哦，油沥的很干净啊。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厚度真的很厚，所以它是鲜嫩超多汁这样子。它虽然很大块，可是因为真的很好吃，所以呢，不知不觉就会吃掉一大半，一口接一口的。来试一下它的鸡翅，这一只35块。哎，我觉得它的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的肉都会上面很重，重到快要掉下来。我刚刚那个鸡排也是，我不敢从上面抽起来，因为我怕它抽起来呢就分离了。而且我跟你讲柔软，因为我刚刚拿着鸡翅想要把它整只拿起来，就觉得它应该会分离，所以我就只能像现在这样拿了。它的鸡翅还蛮多肉的，而且应该很嫩，对不对？然后多汁。鸡的专家只有卖3个品项：鸡排、鸡块跟鸡翅。那我觉得买什么品项呢，应该都是非常正确的，就不用再问了，买起来就对了。我们在评论看到很多人说这家是全北投最厉害的炸鸡，甚至也有人说是全国第1的炸鸡。那我觉得在传统炸鸡排的这一派呢，它的确是顶级的，没有错，顶尖。这一家是阿红臭豆腐，就在刚刚鸡的专家的对面。有北投人推荐我们说呢，如果你去买鸡的专家呢，对面的臭豆腐你就一套一起给他买起来，他们都是这样吃的。来吃吃看。臭豆腐的口感非常出色，因为是薄皮的关系呢，它炸得又酥又脆，但是不会刮口，里面还吃得到嫩嫩的口感，豆香味也还是存在的。那我觉得呢，你要把它泡酱汁泡得更久一点的，让酱汁吃得更进去，会更好吃。它的酱汁呢是属于清爽型的那一种，而且它豆腐里面的孔洞应该还蛮多，所以那个酱汁泡进去的时候，它是会吸汁的，所以是好吃。这间我就推荐喜欢酥脆口感的人可以记起来，然后如果是像我一样怕刮口的，这间也很赞。我觉得它整体搭配起来呢，算是一个比较清爽的臭豆腐。但是我刚吃一口泡菜，哇，整个惊醒！它泡菜算是蛮酸的，反而是整盘臭豆腐里面的重口味，这还蛮特别的搭配。这一家是
士官长凉面。我们一般听到这种名字呢，都会觉得说，老板以前应该是士官长吧？结果不是，他是因为呢，以前的士官长对他很好，他非常的感念他，所以他开店的时候呢，就想说，用士官长这个名字来纪念他。你眼睛为什么那么红？好吃到痛哭流涕。没有，我根本还没开始吃。他刚刚进来的时候，里面他们在切洋葱。老板刚好切洋葱切完了，可是这个空气中弥漫了洋葱，所以我眼睛会熏的这样子。你好夸张，我是觉得有一点刺激，可是你整个就是大流泪。真的太敏感了。今天之所以会选择这间凉面呢，是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口味。这个凉面呢，虽然看起来跟一般的凉面没有两样，可是它是柠檬凉面。我刚放进嘴巴之前呢，就先闻到它柠檬的鲜香，然后再来呢，一吃就觉得说，哇，也太厉害了吧！因为芝麻酱很浓郁啊，可是柠檬却可以使它更清爽，中和掉它的腻感。我听人评论上面说啊，它里面好像还有加一点香茅，不知道是不是？仔细再吃一下。好，我们刚问过老板，他说不是，里面没有香茅，主要是这个柠檬的味道啊，真的是太鲜香了，好喜欢哦。那这个凉面呢，它本来上面应该要有一些小黄瓜，可是因为最近南部淹大水，老板说是完全买不到小黄瓜的。这超级好吃的，我好喜欢这一个，就是完全没有那种腻的感觉。这个是香豆腐鸭血汤，评论上也蛮多人推荐这个的。吃凉面呢配豆腐鸭血汤，我还是第一次试试看。我刚刚看它那个豆腐跟鸭血，它切的好大块，好方正，感觉就很爽。真的是香豆腐，又臭又香，好好吃哦。是不是咬下去会爆汁？那个咬下去之后，那个整个汤汁从里面漫出来，而且我觉得不吃辣的人会很爱这一些。对，因为它就算不辣呢，也非常的香，口味很棒。我非常能够理解那个心情，就是有些不吃辣的人，可是又想要吃鸭血豆腐，然后每次都是辣的，就像我不能吃牛肉，然后看你们在吃牛肉面那种感觉。或者是有些啊，你把辣拿走之后，它就变得没滋没味。它的鸭血很滑嫩，然后咬到里面去的时候呢，哇，那个整个重口味释放出来，它把所有的那个味道精华都锁在鸭血里面去了。应该是说鸭血整个是卤得很入味，超好吃。它这个鸭血好吃它里面带一点点甜辣的，可那个辣是一点点，所以敢吃一点辣的人会很开心，会很喜欢。像我啊，我就完全可以接受。这个五味鱿鱼啊，它的酱拌得很均匀，整个鱿鱼非常的新鲜，我觉得拿来配凉面真的是很搭。它这边的东西都很清爽，好吃。我们以前住在北投啊，这附近呢，我们真的是经过上百次了，可是却是今天第一次才吃到这家店。这家店东西我们都好喜欢哦，算是外面都不太会吃到的口味。我姐很早就跟我讲这一间，可是我一直没有来试。不过我真的蛮喜欢这间，我应该经过会一定来吃的那一种。我们现在来到一家面包店，叫做陪伴手作。这间呢，我们在开拍前就已经先来预定好我们要拍的品项了，因为它超热门，很多品项呢就是在傍晚之前呢就会没有了。现在还没到结束营业的时间哦，整个店内呢已经剩没有几个品项了。这间在我们口袋里面超久了，我们超爱这一间的，尤其它的最热门的口味是什么？它的肉桂卷非常好吃，超好吃，我们吃到一口的时候超惊艳的。都是买原味肉桂卷，今天没有了，所以我试一个我没有吃过的黑糖肉桂卷。哇，它这个黑糖酱非常的浓郁，一如既往的喜欢。这家店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肉桂粉啊下的有够多，所以你可以吃到别家吃不到那种肉桂独有的辛辣感。我跟你讲，我本身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吃肉桂卷的人，可是这一间我吃到的时候是非常惊艳，是吓到的那种。对，我们要感谢我的设计师小西老师帮我们推荐这家肉桂卷，真的超爱。对，可以顺便剪头发剪一剪，走过来就到了，走过来才1分钟而已，几分钟了。这一颗
颗呢是毒肉桂，你光看外表就知道，它肉桂粉放的特别的多。我们来试一下看看，哇，这颗真的是，哦，一整个呛上来，它的肉桂好浓哦。所以如果是像我这种肉桂爱好者的话，这一颗你真的是不能够错过的。哎，不是浓就一定好吃哎，我之前也吃过很浓，我就没有觉得好吃。可是这一间呢，真的是，哇，我一咬下去真的是超爱的。可以吃得出来，除了它肉桂放的多以外啊，它肉桂也是有挑过的。刚刚都在讲肉桂，其实它的面包体也非常的厉害。该微微酥脆的时候呢，有酥脆，然后其他地方该柔软的话呢，也是非常的柔软。那其实像我买过他们家其他的品项啊，每一种也都是非常的好吃。哦，这个咬下去我超爱，这个我更喜欢，因为它好香哦，它那个肉味太香了。我每次一来到这边，我就充满了幸福感。我跟你讲，我咬了一口，就心里就冒出一句话：“Welcome to 香料的世界。”你们看这个剖面，一层一层的，层层分明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它吃起来才会这么有层次感，非常的香。你看，我还借了一个盘子来拍，有够漂亮的。这一颗呢是无花果的 scone， 比较特别的口味，我没有在外面有看过，这家真的是蛮不计成本的。说真的，我们之前都是吃那个那什么伯爵的口味。对，我也很喜欢伯爵的口味，来试一下。它其实还蛮清爽的口感，因为我本来想说无花果酱是属于一个可能会比较甜腻的感觉，但是它的果肉啊分散在各处，所以你不会一大口的咬到无花果肉，然后一个哇很腻的感觉进来，然后可以吃得到无花果的籽哎。他们家 scone 呢是奶油味还蛮明显，而且整个吃起来呢不会太过的干燥，你不算就算没有要配茶的话呢，也可以吃得进去的。我很喜欢吃他们那个伯爵口味那个。既然都提到了这颗伯爵，我们就来试一下它。光闻就觉得哇，浓浓的茶香味。还是最爱伯爵，对不对？因为之前你都会买回去，然后变到冷冻库，我有时候会偷偷拿出来微波一下，赶快吃这样。而且呢，一定要泡一杯茶或一杯咖啡放在旁边享受一下。其实我今天买了一整袋，但是呢，就实在吃不下了，没有办法全部都试给大家看。那这颗肉松面包呢，它里面啊是起司酱，非常的特别，老板推荐给我的，他跟我爆料说是我们家设计师最喜欢的口味。等一下设计师会杀了我，说你害我买不到。这边是老板他们以前呢在小店面的一些场景，还蛮可爱的。那这间呢是我们一致觉得说人生最喜欢的肉桂卷，目前啦，希望以后还能遇到可以打败他们的。应该难了。这一家呢是北投老店双鱼座，这家的决明子红茶非常的好喝哦。然后当然呢，我们以前有在另外一边啊买北投的另一家有名的红茶，叫做民权红茶，它一样也是决明子，两个喝起来非常的像，非常的类似。那当然我们也拍过高记啦，所以就说想说跟人家提供一些大家比较不可能喝过的这样子，这间也是好喝。它喝起来有一点淡淡的决明子香气。我们在喝红茶的时候呢，通常会有一种涩涩的味道，可是这个就不会。然后虽然它的甜度是固定的，不可以调整，可是我觉得甜度还蛮刚好的，不会太甜。所以我从小到大来北投啊，最爱喝的就是这种决明子红茶。反正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喝，比如说高记，然后高记我会喝它那种清茶类型的。对，其实他们北投这种茶类啊都非常厉害，甚至有一些不是北投出来的茶也叫北投红茶。你这样子，应该不是，对我猜不是，对。可是这就推啊，北投就是要喝茶喝红茶这样子，每一间都可以试试看。再喝一杯，那天秒速就喝完了。北投市场很久没有来逛这条市场了，想说应该会有很多新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。那我们就看到这一家河南妹子韭菜盒，它的韭菜盒是用炸的，可是我们今天呢，因为太薄了，所以我们来试一下老板的比较特别的口味，对，比较特别的口味叫做酸菜盒。来试试看。我刚刚咬了一口，只咬到上面比较面皮的部分，可是很香哎，很像双胞胎那种甜甜的面。
这里面料很丰富哎，除了酸菜之外呢，还有一点粉丝跟豆干。它的酸菜呢已经处理过了，所以不会特别酸。对我这个不太能吃辣的人来说呢，你不用再加辣酱，就已经是小辣的程度了，很香很香。它的内馅呢还蛮饱满的，然后我刚刚边吃边回忆起来，它的外皮呢很像炸营养三明治的那种面体，吃起来面甜的。那我们最主要会选择这一间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看到评论底下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老观众，他平常呢算是还蛮严格的人，可是呢他在这个评论底下呢留5颗星，我们就知道哇，选这家没错。对，来吃就对了。他如果看到的话，自己出来认一下。观众认证。好吃，我喜欢。我真的很推荐这个酸菜的味道，因为我觉得比较少吃得到，而且它吃起来真的很爽，外皮酥脆啊，里面那种酸香的味道非常的棒。哇，这还是我认识的北投市场嘛？我们以前每一次来呢，不管什么时间都是车水马龙、水泄不通的。可是现在大概晚上8点左右，人潮少了非常多。我跟你讲，摊位少非常多。可是我刚刚问过这边的人，他们说因为市场正在改建，所以没有厕所，所以大家都是纷纷的稍微先移走了这样子。这一家是川野黑轮，我们很常在这个市场走动啊，但是每次都会被其他的摊贩呢吸引过去吃。那这家呢，它就在市场口，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走进来过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每次来的时候，这边都很多人，然后因为其他好吃的东西太多，你就想哇，人好多，我先去吃别的，吃着就饱了，就没吃过这样子。不过这一间真的是老字号，那因为这里市场开始感觉人跟摊位都比较少了，所以今天就看还有办法不用等，有机会了，所以我们就进来吃吃看这样子，这真的是老字号。这碗这么大碗满满的，你猜多少钱哦？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不是都点便宜的料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在士林吃这么一大碗，都比这个价钱贵。这一碗跟大家讲多少钱？225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它的价钱超实惠，而且很多那种东西是10块10块的。哦，重点是我在外面买大概50、60块的品相啊，这边大概就是半价而已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可能在高雄啊，或是哪些地方啊，你可能可以看到这么便宜的，或是更便宜的，可是在台北很少见到这个价格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整个那个餐台是非常的干净的，而且那个汤也很清。来吃吃看。我今天到这边为止呢，已经吃得非常的饱了。可是刚刚扫描一下价格啊，还有看到它餐台上的东西啊，不知不觉就拿了这么的多。我们先来试一下，这个是天妇罗。我刚刚有先吃一些鱼浆类的东西，其实它的口感呢是算偏扎实的，还不错。我觉得它这个整个吃起来，像我以前在高雄念书的时候，都会开那种小发财车，然后里面卖藕类啊，一就3块5块，现在一定也都是10块了。我没有这种回忆耶。对，然后我以前很常去吃，因为学生的时候都比较穷一点。可是这个比那个再好吃一点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它整碗的东西啊都还蛮干净。如果是那种健身族群的话，你会觉得刚刚好，因为它调味不会很重，然后东西很干净。然后我觉得它青菜的部分都还蛮新鲜，所以我觉得吃起来还蛮舒服的。它萝卜吃起来非常清甜，我很喜欢。然后其实如果你没有沾到酱的话呢，它的口味算是比较清淡的。那你看这个酱啊，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杀伤力啊，其实沾到的时候，哇，超辣的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吃的时候，第一口就是想说，应该就是那种甜甜的这样小辣，就马上后坐力来得很快。也不是说超辣，但是就是有比你想象的再辣一些些。对，不要被它外表骗了这样。米血呢，我们2个都很喜欢，软 Q 的，而且带点黏黏的感觉，黏牙的感觉，蛮喜欢这种感觉。吃一下福袋，每次关东煮看到这个我都会点。这个东西成本不低耶，并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那一种，可是它价格够便宜，30块的福袋，我记得现在在外面点随便都要50块了吧。我跟你讲，你吃过最好吃就是我以前煮给你吃的，因为我以前在卖那个甜不辣，还有那个时候你有来我们摊位有吃过。那个这样哔哔啵啵的很好吃，我记忆久远，我也忘记了。你非常的可恶哦。这高丽菜卷水准也很够哦，外面很清甜，然后里面的肉呢也是扎实的，不会软软散散的。这家呢，我觉得如果住附近呢，是很适合可以常常来吃的，因为它可以额外再烫青菜啊，加肉片啊，可以补充蔬菜跟蛋白质，但它的口味算是比较清淡的。很多人是喜欢，也有可能有人是不喜欢的。对，至少我觉得它整个都是非常的干净，然后东西的料我觉得也还不错，然后价格又优惠这样子。
就是推荐给大家。我来加个汤。我们来加汤了，喝一口。哇，很浓的柴鱼味，好喜欢哦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以前啊吃关东煮的时候啊，就是为了汤，对，它就是关东煮嘛，没错。然后就是学生的时候比较穷嘛，你就是点个2、3样，然后就一直喝汤，我大概喝5、6碗这样。但我现在不会这样，我已经快忘记那个年代。可是我一喝到这个碗汤的时候，我马上那个回忆都涌现。我跟你讲，虽然这碗里面呢还有一些酱，可是它跟这个汤头啊算是蛮搭的。虽然说柴鱼的味道非常香浓，可是还能够吃得到那个酱微微的辣感，很舒服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今天呢久没有来北投啊。就觉得说，有很多东西原来我们没吃过，就算再怎么在地，还是会有你没有吃过的东西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本来非常有自信，说自己是一个北投人，然后吃过的东西很多，可是有蛮多就是人家跟我讲，我没吃过，因为经过，有时候你会去一些你熟悉的地方吃。对，而且会有那种，就是你说有多好吃，我不相信，然后每次都去选择自己熟悉的，所以永远跳过了人家推荐的那一些。所以就是一个。就算是在地人，也有吃到一些在地的美食你没吃过的，像是今天的鸡的专家，观众这么热烈的推荐，果然没有错，非常好吃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姐姐推荐很久的士官长凉面，我们也非常喜欢。我跟你讲，尤其是那个肉桂卷，我们也是大概半年前吃到了，然后说就哇太惊人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次回到北投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。以前很多的老店家，他可能没有继续做了，因为可能2代没有要继续接手啊，3代没有要接手了，那就会发现，换了蛮多店家。其实吃一些新的，你会觉得说，蛮有趣的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，你就算你吃过很多，然后过一阵子你很多地方还是没吃过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这样子。对，那今天我们吃的东西基本上每一个都还蛮喜欢的，也推荐给大家啦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大家拜拜。